攻略任务失败，系统038叹气，我也跟着一起叹。试问魔神这个物种要怎么攻略？我们吃住在一起整整800年，愣是没有擦枪走火一次。我和他谈风花雪月，他和我谈修为境界。我给他下药，他跳寒潭。我衣衫进退，他自戳双眼。我真情表白，他感动到热泪盈眶，随后封了我做左护法。如今800年过去了，我还是个冰清玉洁的好姑娘，他干脆封我做圣女得了。038崩溃大哭，宿主，要不咱换一个世界吧？再攻略下去，明年的年终都别想了。我重重点头，你说的很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魔神最近又去闭关了，听他说这回闭关少说也得500年后才能出关。临走前，他把魔神殿的令牌给了我，说一切任我指挥，还叫我在此地好好等他回来。我可去他喵的，这不就是叫我守活寡？500年，就按我们时空局的1天1年算，也要1年半多，加上之前为攻略他浪费的2年半时间，整整4年。人生能有几个4年啊？我吃多了才继续等他。正好最近天界和魔界交战，届时我随便上去打一打，假装被打死，然后死遁去下个世界重新开始，岂不美哉？可魔神殿的人听说我要上战场的消息，一个个哭爹喊娘的抱着我的大腿劝说，左护法慎言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您要是有个好歹，魔神出关了可不得削了小的脑袋啊。对啊，打仗这种事情叫右护法去就行了，左护法留在魔神殿里指挥大局便可，何苦受累去那战场上？左护法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，只要您在魔神殿1日，那我们必然是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的啊。038在我脑里疯狂叫嚣，宿主不要心软啊，宿主，你想想这800年我们是怎么过的？我闻言托腮沉思，这800年来我过的日子啊，无非就是在魔界作威作福，然后睡觉睡到自然醒，吃饱遛弯的时候顺便去看看魔神练功时露出来的8块腹肌，接着就是上火。干，越想越气，800年了都没能办了他，每天流的鼻血都能汇成忘川了，再这样下去岂不是要血亏而亡？早死晚死都得死，不如死在战场，说不定还能载入史册，也不枉我来这世间一遭。于是3天后，我穿着小兵的甲胄出现在了战场上。说来也巧，这次天界带兵的居然还是我的熟人，修仙时期的便宜大师兄。我与他虽说师出同门，却是一黑一白的2个极端。他是天界下凡历劫的玄灵神君，我是生来就要入魔的妖女。原本我们不该有交集的，可他偏偏就成了我的大师兄，也成了我为数不多的梦魇之一。冷心冷面的冰山男，天天板着张脸逼我修炼，真是前世作孽才和他拜了同一个师尊，活该回天界了后，那个什么瑶池仙子就跟他取消了婚约。我在战场蹲了半天，终于等到了玄灵放大，满地图的兵灵从天落下，攻击着魔军。右护法狼狈地举起盾，妄图抵挡这一击，可他早已是强弩之末，哪里挡得住？就在所有魔军绝望之际，我如神天降，张开血气结界，保下了这些平日里受我欺压的魔界子民。毕竟出来混，总是要还的。当玄灵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，我已经失了所有精血，从半空中跌落下来。乔桑，一贯冷厉的声音，头一次掺了些慌乱。他接过坠落的我，面上满是不可置信。真的是你？怎么会是你？哟，大师兄，好久不见呀！我故作轻松地打招呼，可刚说完，就呕出了口血，全喷玄灵那张冰山脸上了。他顿时僵在了原地。好爽！哎呦，我的祖宗啊！您怎么跑这儿来玩了？右护法跌跌撞撞地跑来，他的真身是只水鸭，所以哭嚎起来也是额外的难听。怎么能伤成这样？魔神大人给您的护心灵呢？您别告诉小的您忘了带啊！嘎！闭嘴！呜呜！刚下完冰凌的边境是极美的，乌云渐散，澄澈的天空露出，倒映着瑰丽的血河。我的身子开始逐渐消散，玄灵彻底乱了。你的护心灵呢？他颤着声质问我，我笑了笑。大师兄，
我记性差，忘带了。不，这不可能。你是妖王血脉，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……玄林拼了命地给我的杜修为，可仍是无济于事。乔桑，他眼眶骤然一红，一遍遍喊着我的名字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有什么温热的东西砸到了我脸上？我瞪圆了眼，看着扑朔掉珍珠的玄林，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开始玄幻了起来。038尖叫，我超！这是什么清冷师兄被我拉下红尘的戏码？我扯了扯嘴角，小说看多了吧你？我被玄灵哭得心烦，只好不停催促038，快把我 TP 走，这破地方我是1秒钟都不想待了。啊，这么急？不和大师兄话别了？话你大爷的别！好吧。038叹气，宿主，恭喜你成功死遁，现在开始倒计时10秒后将传送到新世界。10、9、8、7。不，乔桑！玄灵双眸赤红，死抱着我逐渐消散的躯体。3、2、1，传送启动。叮！新世界传送成功。我兴奋地睁开眼，正准备大干一场，可看清眼前熟悉的一草一木后，我沉默了。038也沉默了。这就是新世界？这特么不是我修仙时代过的凌云宗吗？宿主，这可能是出 bug 了，我去问下技术。10分钟后，038哭丧着脸回来了。宿主，确实出了 bug， 我们穿到了200年后。那重新传？因为我们连续2年业绩垫底，所以组织不准备再传我们去新世界了，他们叫我们凑合攻略一下，还说如果魔神实在困难，换个别的目标也是可以的。沉默。是今晚的康桥。我这是被组织放弃了吗？就因为2年的灵鸭蛋？038谄媚地拿出一颗十全大还丹，不过他们有给 bug 补偿耶，宿主。没出息，一颗大还丹就把你给收买了。大还丹好歹也算是个小金手指嘛，回头我再和上边沟通，让他们多给点补偿。这还差不多。我嚼着大还丹，随着阵阵暖意流过血脉，僵硬的身子终于能动了。看着手里的扫帚，我皱了皱眉。我穿成个扫大街的了？不，宿主。038急忙解释，你现在是凌云宗池渊掌门座下弟子石瑶。池渊？我脑里闪出一个挂着2条鼻涕哇哇哭的圆脸少年，没想到以前的哭包小师弟，如今都成掌门了，真给师姐长脸。可石瑶既是掌门弟子，又为何会在山下扫地？而且从他的身体机能来看，他是被冻死的。这凌云宗是出了什么问题？我看着山上的宗门眯起了眼，走吧，038，上去瞧瞧母校发展的如何了。这么多些年过去了，原本在修仙界垫底的凌云宗已经成为了业内大佬。其一是出了玄灵这个下凡历劫的真神仙，其二是出了我这个魔界左护法。虽然我是影响差的一面，但是外面的人都知道我极孝顺我的师尊。我做了左护法后，凌云宗附近的魔族连夜搬家，生怕惊扰了我师尊，如此也算是造福母校了。038感叹，这里变化真大，完全不是一个样了。突然好怀念以前的小破宗啊。我点点头，虽然在凌云宗时经常受玄灵折磨，但师尊对我极好，还总偷摸带着我和小师弟下山玩。记得有一回，师尊带我们去喝酒，回来时被黑脸的玄灵堵在了宗门口。当时师尊硬着身赶让我和小师弟先进去，就冲这份恩情，我记师尊一辈子。可惜师尊他正是感慨万分时。石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一名娇俏女子被人簇拥着走上前，见我全虚全倚，面色红润地站着，面上闪过一丝不悦。山下的雪都扫净了。宿主，看来就是这些人欺负的石瑶。呵，我冷下脸，一个个瞧过去，把样貌一一记下。看什么看？旭玉师姐和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有人上来推搡，我一个踉跄，差点倒在地上，好在有人及时扶住了我。石瑶师妹，没事吧？旭玉见到来人后，神色一变，陈月师兄。陈月没有理会，只淡淡瞥了一眼他，你们不去修炼，聚在此处作甚？我们是来和石瑶师姐请教问题的。旭玉笑着看向我，
是吧？石瑶师姐，不是。我摇摇头，然后指着那些人对陈月说，他们在欺负我。陈月、旭玉，在场其他弟子。陈月送我回去时，向我表达了歉意。我从他的口中得知，池渊自100年前出去后一直未归，如今宗门的一切事宜由陈月的师尊代劳。一开始，大家还为着石瑶一些，毕竟他是掌门唯一的徒弟。可时间久了，池渊又一直没回来，就有传言说他在外遭人算计，身陨了。传得多了，人心啊就开始变了。石瑶没了师尊庇护，又遭同门妒忌，按理来说，石瑶该唤我一声师伯。他本可以坐拥天才地宝，在修仙界横着走，如今却被这些无知小辈欺辱致死。我眼神一暗，这凌云宗的门户可是得好好清理一番了。既然小师弟不在，不如就让师姐代劳。残害同门，理应就地诛杀。宿主，万万不可啊！038急忙喊停我脑里的杀戮，试图安抚我。这也不能全嘎了啊，不然世界容易崩的。世界要是崩了，业绩……陈月停下，看我一脸郁色，开口询问：石瑶师妹，怎么了？我按下心间躁动的杀意，勾起唇，笑得极甜。无他，陈月师兄，这次多谢师兄为我解围。石瑶铭记于心。回凌云宗的第1晚，我睡得并不踏实。我做了一夜的噩梦，梦见自己等魔神开窍等了万年，等的组织都解散了，他还是个木头。梦里我嚎啕大哭，捶胸顿足。第2日起床照镜子时，038被吓了一跳。宿主，你昨晚干嘛去了？我一看，镜中人面容憔悴，2只眼睛更是肿如核桃。我摇摇头，伤心事不提也罢。大还丹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，作为这个世界的小金手指，大还丹不仅能起死回生，还能淬化修仙者的灵根，提升修为。最关键的是，它没有任何副作用。我闭眼运气，体内的水灵根在大还丹的淬化下，已经转成了冰灵根，修为更是直接2连跳，从金丹境一跃到了分神期。038见我心情不错，开口说道：宿主，凌云宗内暂时没有可攻略目标，要不要去别处看看？想起自己那多舛的攻略任务，我就垮了脸。正想抱怨2句，突然门被人暴力撞开，一群人涌了进来。又是他们，这些弟子不用练功的吗？睡醒就来欺负人？旭玉立在当中，对着我冷笑。不等我开口，他身边的2个女弟子率先发难。旭玉师姐丢了碧云镯，定是你偷的，我们现在要搜你的屋。几名弟子冲进来，与其说是翻找，不如说是打砸。不消半刻钟，屋内一片狼藉。可这并不能让旭玉满意，他身边的女弟子立马指着我喊道：那镯子定在他身上，搜他的身。这话一出，周围的弟子眼神都是一变，有几个男弟子的视线开始在我的身体上来回打量，黏腻又恶心。旭玉嘴角一勾，搜。有人上来钳制住我，有人在解我腰间系带，有人鄙夷，有人讥笑。我对着默念往生咒的038说道：你看，这可是他们自找的。手指一勾，利剑出鞘。曾经的乔桑和玄灵一样，都是天生的冰灵根。玄灵教过我许多招式，我最喜欢的是那招寻梅踏雪。一剑出，旭玉凄厉的叫声响起，他捂着断掌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所有人都停了下来。继续啊，怎么不继续了？我抚过剑身，见他们还是愣在原地，眯眼笑了起来。既然你们结束了，那就轮到我开始了哦。一炷香后，我推开门，踏上剑，消失在漫天飞雪之中。身后大门敞开，屋里赫然立着10余个冰雕，无一不是面容惊恐。残肢断臂掩在雪下，随着日头升起，嫣红的血渗出表面，好看的紧。只可惜他们感觉不到疼，因为身子早已被冻得毫无知觉了。这一日，凌云宗下了场大雪，洋洋洒洒，甚为壮观。我因残害同门，被宗门追杀。凌云宗弟子倾巢而出，每个都想抓了我去邀功。可惜，我是他们永远追不到的女人。地上躺满了哀嚎打滚的凌云宗弟子，
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怪物一般。你竟已经到了分神期？冰灵根，他不是丹水灵根吗？快跑！此女定是和魔界勾结了，不然怎么会突然有此修为？陈月是唯一一个没有挨打的，他站在原地，神色复杂。石瑶师妹，我收起剑，对着陈月笑了笑。陈月师兄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他苦笑，确实如此，我拦不住你。走了，师兄保重。我走得潇洒，只留给他一个帅气的背影。凌云宗成了修仙界的笑话，宗里有弟子公然残害同门，去抓叛逃的弟子的人还全军覆没。他们一气之下请了合体期的长老出山，还放出狠话，一定会诛了我这个不孝弟子，神魂俱灭的那种。真是不讲武德。合体期我肯是打不过的，所以只能四处逃。可当了几日逃窜的老鼠后，我就有些不乐意了。这也太累了吧，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我都快神经衰弱了。038也急得嗷嗷乱叫，这被追杀的都没法好好做任务，干。确实，这样还怎么做任务？每天逃命都够呛。我决定去趟魔界。魔神之前亲自为我打了一把银霜剑，我带不走他，又怕魔神会另送他人，所以把他藏在了魔界的一个地方，还用我独有的阵法封了起来。只要拿到那把银霜剑，别说和体期，大成的来了也就一件的事儿。魔界比我想象的还好混进去。仗着对魔界的熟悉，我很快就到了藏剑的地方。咒语出口，阵法松动，一柄通体雪白的剑从崩裂的土里露了头，剑身嗡鸣，似在泣泪。我不禁有些错愕，他竟然认出我来了。好双儿，这些日子苦了你了。我擦了擦眼角的泪，正准备拿剑走人，身子却不听使唤僵在了原地，动弹不得。随即一道阴恻恻的声音响起：左护法，你擅离职守200年，可叫本座好找啊。我被魔神拎回了魔神殿，一路上我和038都是懵逼状态。他怎么认出你的？他怎么认出我的？我从那戒里拿出了一面镜子，把五官仔细看了个遍，真是见了鬼了。我现在的长相可以说和以前没有一点关联。他到底是靠什么笃定我是乔桑的？别看了，魔神斜睨了我一眼，本座神通广大，你化成灰我都认得出。算了，认出来就认出来，反正这次的攻略对象又不选他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摊牌了，不装了。我竖起大拇指，魔神大人好眼力。魔神冷哼，你认得倒是快。我耸肩，不然呢？这一秒，我正抱胸斗腿，脑门上是大写的叛逆2字。下一秒，魔神顺身过来，双手捧起了我的脸。他靠得很近，近到我都能看清他脸上的毛孔。粗烈的指腹一下下刮着我白嫩的脸蛋，这本该是场旖旎的戏份。可我们身高差了许多，我奋力踮着脚尖，整张脸憋得通红。他这是要把我拉成鸭脖吗？放我下来！魔神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他的脸色有些臭，嘴里嘟囔着没以前顺眼了。在我快断气的时候，他终于放下了我，然后从怀里摸索了一阵，掏出一个东西扔在了我身上。以后别再忘带了。夜风微凉，护心灵却是温热的。我敛下眉眼，静默不语。你说他开窍吧，他除了练功就是练功；你说他不开窍吧，他现在这样子撩我，撩得我心口都开始发麻。宿主，别再被他迷惑了。想想以前的惨痛经历，这就是个奇葩，你可千万不能再上当了啊。038的话让我醍醐灌顶。魔神岁恒，与我相识已有800余年，他待我一直很好。我一直以为拿下他是迟早的事，可事实告诉我，铁树是开不出花的。我不能再重蹈覆辙。即便他有着俊美的脸庞、结实的腹肌和该死的低音炮，木头人是长不出恋爱脑的。然后我把护心灵又丢了回去。魔神殿准备开场大 party， 因为失踪200年的左护法回来了，欢迎回归的横幅都贴到边境去了，听说还是魔神亲自提笔写的，写了足足1800条，魔界上下几乎全贴满了，真是有够社死的，脸全丢完了。我到场时，殿上一下就安静了。
静到真可落地。他们的目光很复杂，有几个已经开始交头接耳了起来。哼，低贱凡人，还妄想顶替左护法。嗨，你就当逢场作戏。魔神大人一直不肯相信左护法已经身故，这200年来天天在外面找他，这回总算不出去折腾了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是啊，魔神连他最喜欢的天穹宫都荒废了，一天天的就是找左护法，魔界的战斗力都直线下滑了。还好天界的玄灵神君也疯了，天天在外面找什么小师妹，天兵都没人带了，他们那也不行。这替身怎么和左护法一点儿也不像？魔神大人是个脸盲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对哦，魔神大人经常认错右护法和苍甲大人，这俩明明一个是水鸭，一个是王八，兴许是颜色一样呢。魔神大人只记沙尔了。这些魔界子民还真是一点没变，八卦得很。我慢慢坐下，见桌上只摆着酒，顿时便有些不悦了。怎么还不上菜？发菜侍女呢？倒是来人上菜啊！什么破席面啊，整这么老寒酸，早知道不来了。我在心里暗骂魔神抠门，正骂得起劲，旁边忽然传来几声鸭叫，引人侧目。右护法喝着闷酒，见我看他，立马哼了一声：“你别想套近乎，我只认之前的左护法。他什么时候变我死忠粉了？”坐在主位的魔神一直面带笑意，似乎心情极好。他端起酒杯，诸位，众人停下，目光汇集在魔神身上。他的视线扫过我，今日左护法回归，本座很是高兴。本座干了，你们随意。魔神也是一如既往的没有文化。恭喜魔神大人，魔神大人好酒量。我也干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魔神的笑声很魔性。我捂住耳朵，内心腹诽：哈你大爷！除了傻笑，你还知道干吗？以前真是被鬼迷了心窍了，才去攻略这个傻子。038急得不行，宿主怎么办啊？我们难道注定要老死在这魔神殿里吗？我连忙安抚他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。只要这辈子我不选择攻略魔神，他就不可能再耽误我，你说对不对？有道理。那你现在就去查查，我除了攻略他，还能攻略谁？宿主稍等。038去查资料了，我靠在椅背上敲起了二郎腿，惬意地喝起了酒。魔神遣了侍女过来上菜，席面很是豪华，他甚至还贴心地给我多准备了一份，生怕我不够吃。我收回刚才的骂言，魔神大人呆下，还是非常大方的。小酒配小菜，我美滋滋地哼起了歌。哦 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。正唱得起劲。砰！魔神殿的大门被人一脚踢烂，一阵冰雾腾起，遮掩了来人面容。我拢了拢袖子，好冷。魔神眯起眼，一挥手，冰雾散去，在场所有人都看清了来人模样，居然是玄灵。他微抬着下巴，头发有些凌乱，棱角分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眸中带着晦暗，略显颓废的模样让人心中微动。如果说魔神是耀眼如太阳般的存在，那玄灵就是精致又清冷的月光，动人，但不妨碍大伙磕他的颜。就连我都曾肖想过亲一口他那张冰山脸。他冷冷环视四周，每个女的都上下看了一遍，有几个免疫力低的，捧着心直接晕了过去。玄灵神君，他在看我。啊，母亲！扑通，旁边的妖女应声倒地。我嚼了半根的鱼翅，呲溜一下掉回了碗里。大师兄！玄灵的眼睛微亮，却在看清我的脸后，露出了失望的神色。他四处张望，神情焦急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魔神挑眉：你来做什么？他在哪？乔桑呢？你把他藏在哪里了？岁恒。玄灵望向高位之上的魔神，眸里淬着寒霜，把乔桑交出来，不然我血洗了你这魔神殿。魔神听完脸直接黑了8个度，他冷笑：有本事你就试试，正好我200年没打过架了，今天刚好松松筋骨。话落，魔神殿里硝烟四起，魔神善火，玄灵善冰，他们生来便是对家。这般一言不合就打起来的场景，我曾见过无数次。
可这一会儿熔岩地狱，一会儿冰雪世界的，我如今只是一介普通凡人，即便我是个修仙的，那也是顶不住的啊。2重天里，我忽冷忽热，直接喜提一个重感冒。谁能来救救我？这2大哥要不要人活了啊？住手！住手！你们别打了！我来回劝阻，但这2人打上头了，我的声音完全淹没在了各种技能音效里。啊 T， 鼻水顺流而下，我额头青筋暴起。我说别打了。银霜出鞘，直接破开缠斗的2人，噌的一声又回到我跟前。剑入地下3分，一阵银光闪过，战场被分割成了2半。刚还酣战的2人都顿住了身子。玄灵只瞥了一眼就认出了银霜剑，他抬眸死死盯着我，声音也抖得厉害。你为什么能拿得起银霜？大师兄。我拔出银霜剑，笑了笑。师妹偶遇天道机缘，借尸还魂了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玄灵更是直接愣在了原地。右护法嘎的一下叫出了声，银霜剑有魂气，除了下气之人，无人能动。你真是左护法。他说到最后已经哭得涕泗横流，甚至显了原形。左护法。一只绿头水鸭向我扑来，我顺手接住，抚着它的鸭毛寒暄起来。右护法进来可好？好好好，小的这不是做梦吧？左护法，您真回来了。嘎！话没说2句的右护法被人扯住脖子丢飞了出去。右护法，我想去检查右护法伤势，可玄灵已经带着一身寒霜向我走来，我本来就有些怵他，这下好了，完全动不了一点。他俯下身子，那双幽蓝的眸子微闪。我咽了咽口水，举手发誓，我没冒充，真的。大师兄，你的左胸口有颗痣，是我以前偷看你洗澡时发现的，你当时还想提剑杀了我，还有你屁股上。够了！玄灵哑着声打断了我。我信。他红了眼，然后将我拥进了怀里，动作小心翼翼，力道轻的仿佛在抱一块易碎的珍宝。如诗的温热在我肩上晕开，隔着薄薄的下衫狠狠烫了我一下。真是闹妈了，他怎么这么爱哭？一旁的魔神看不下去了，拿开你的脏手。他咬着一口后槽牙，把我们拉开了，然后指着玄灵道：滚回你的天界去。彼时的玄灵因为刚哭过的关系，眼眶和鼻尖都染上了一点红，湿润的眸子幽深，紧抿的唇瓣微白，和鼻子喷火的魔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好一轮娇俏的明月，方才苏醒来的魔界妖女们又捧着心晕倒了。玄灵说要带我走，此话一出，魔神殿陷入了死寂。他无视暴怒的魔神，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：乔桑，跟我走。我面露茫然，他软下神色，难得叫了我一声师妹。我会给你安排好一切，你只管专心修炼。大师兄，你就不能放过我吗？昔日被逼修炼的场景历历在目，如今凌云宗山下的台阶上都还残留着我的血泪呢。你休想！魔神拉过我，将我护在身后，他是魔界护法，和你们天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玄灵面无表情地打断了他的话，可现在的他没有妖王血脉。魔神的眉眼染上一抹狠戾。那又如何？他是出生正统的修仙者，心地良善，天资聪慧，从未行差踏错。之前要不是你趁我不备带走了他。玄灵抬眸紧盯着魔神道：这一次你休想在他骗入魔。没想到在大师兄心中，我竟然是如此优秀乖巧。说来惭愧，之前是我自己要跟魔神跑的，主要是玄灵太折磨人了。一天12个时辰，他只给我3个时辰睡觉，1个时辰吃喝拉撒，另外8个时辰全排满了课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再修下去，我看我成仙是不可能了，走火入魔倒是分分钟的。那时刚好魔神出来闲逛，系统又说他是个可攻略的目标，我就巴巴地跟着他来了魔界。至于后面的故事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大师兄，我抱着银霜走到玄灵跟前，小声道：我不想修炼，我有银霜剑，现在修仙界也没人是我对手。胡闹！他蹙起眉，很是不满我的摆烂，想伸手拉我，魔神直接挡在了他面前。
你没听到他说不愿意？我们师兄妹之间的事与你何干？他是魔神殿的护法，怎么不关我事？气氛又紧张了起来。魔神殿里安静极了，这导致我擤鼻涕的声音很明显。所有人都看向了我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人感冒啊！我没有和玄灵走，而是留在了魔神殿。他虽不悦，但也没有强行拖我走，只说给我几日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清楚，过些时日他再来。魔神则相当得意，因为我又选择了他一次。不过他高兴的有点早了。我这次留下的原因是想找出池渊小师弟。左护法、右护法迈着八字步走来，他的身后跟着个身量极小的男子。这是玉蜀一族的，寻人寻物，找他们是最合适不过的。我点点头，细细说了池渊的特征，又拿出他送石瑶的几件法器。时间是久了些，但法器上应该还残留了些他的气息。玉蜀族人恭敬接过，细细嗅了嗅，道：左护法，这上面有一件，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，足够找到他了。我心中石头放下一半，如此便只需要在这里等消息就好。正好038查资料也需要些时间，在修仙界给人追杀了那么久，我也打算好好休养一下。可刚住2天，我就后悔了。魔神尾实烦人，他每日清晨都要来我店里，一直到我熄灯才回去。我看画本，他给我递上他自己刚刻出来的瓜子仁，上面全是他的口水。我午睡，他给我扇风，力道没控制好，把我扇下了榻。我洗澡，他突然出现，想给我擦背，被我一巴掌拍飞。饭桌上，他给我盛饭添菜。我看着快1米高的饭碗，问他：魔神大人，魔界你是不准备管了吗？天天这么闲？他嘿嘿一笑，有右护法在，反正之前的200年我在外面，这里也没出过什么岔子。好不要脸的领导。我说右护法的毛摸着怎么少了许多。这样的日子过了7、8日，就在我又一次拍飞玉来给我搓背的魔神后，038终于出现了。怎么去那么久？有新攻略目标的消息了吗？宿主，他顿了一会儿，磕磕巴巴道：这个世界可攻略的目标只有2个，一个是魔神穗恒，另外一个是玄灵神君。我反复确认了好几遍，结果真的就他们2个。这一刻，我双目失焦，人生的走马灯突然开始转了起来。我是福利院出来的孩子，靠着院长资助一路读到了国内的顶尖大学。我很感激他，立志要赚很多很多钱，回馈给福利院。大4临毕业，我被一则高薪招聘广告吸引，来到了这里，成了一名攻略者。可来了之后，我才发现底薪只有2500，主要是靠攻略成功后的年终分红。038说，底薪算什么？许多攻略者1年能攻略好几个对象，年入100万都说少了。我怀揣着暴富的梦想来到了我的第1个世界，然后就是长达800年的折磨。2年半，扣去5险1金，所得寥寥。如今又是噩耗。038不忍道：宿主，实在不行就攻略大师兄吧，至少他对你的情愫不一般。我虚弱道：这是职场霸凌，你们给我安排这么2个高难度的奇葩，这是存心不要我好过。宿主，世界都是随机的，我也没想到你第1次就能遇到这2货。不过往好了想，世界难度越大，分红越多吗？038在一旁劝慰：哎，实在不行你就当军训了，你读大学的时候不也这样吗？熬一熬就过去了。那个魔神是没戏了，你攻一块石头都比攻他强。038说的很有道理，但一想到大师兄那张只会说修炼的冰山脸，我就打了哆嗦。太可怕了。在极大的打击下，我病倒了。凡人的身子骨就是娇气。耳边的声音带着些许嫌弃，一直在碎碎念什么。迷迷糊糊间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高大人影，不用猜就知道是谁。狗魔神。来人叹气，语气幽怨，以前还叫我魔神大人，现在就成狗魔神了。我闭上眼，脑里混混沌沌，038的哭声吵死人，我直接掐了他那边的电话线。世界终于安静了，我开始昏昏欲睡。有什么东西被人轻轻塞进了我的手里，熟悉的温热感源源不断地传遍4肢百骸。温柔的低语声，
想在寂静的夜里。左护法，快点好起来吧，到时候任你叫我什么，我都应。我睡了过去，一夜无梦。在睁眼时，我看着手里的护心铃，垂下了眼帘。大病初愈，038每日在我跟前嘘寒问暖，不敢再提攻略的事，生怕我想不开。魔神天天来，但我不想理他。他有些不解，为什么我生了场病，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我让侍女把护心铃送还给了他。入夜，他一身酒气地冲进我屋里，狂咬我，边摇边问：你把以前的乔桑藏哪去了？你是忘了吗？失忆了吗？啊，那个总是围着我打转，会揽着我的手对我笑，喜欢黏着我，不会不理我，也不会对我冷言冷语，会一直在魔神殿里等我回来的乔桑呢？你说你把他藏哪去了？他眼眶红得很，越说越委屈，我听得青筋暴起，那些黑暗的舔狗历史全都毁灭吧。我一脚把他踢了出去。关门上锁。魔神被我气得又去闭关了，他扬言要把失去的功法补回来。我被他气笑了。练吧，那么喜欢练功，以后也别娶老婆了，取功法吧。我心中其实一直憋着口气。我和魔神岁恒纠缠至今，他在不经意间展现的一丝丝柔情，困了我800年。直到他说要闭关前，我都还对他抱着不切实际的妄想。我曾问他，天穹宫比我重要吗？他没有吭声，隔天就说要去闭关突破最后一层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打败魔界第一美人的会是一本功法。如果魔神一直沉迷练功也就算了，他偏偏又喜欢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来撩拨我，叫我生出几分希冀。我原想果断一些，一走了之，却不料阴差阳错又回了这里。如今他又是故技重施，对我撒娇卖痴，而我竟心生动摇，叫我怎能不恨？玉蜀族带来了池渊的消息，他正被困于凌云宗的水牢里。池渊不是在外失踪的，他是被同门囚禁了。038惊愕不已，我面露微寒。什么人都敢动，真是不知死活。宿主冷静啊，宿主，你还记得你上一次？我屏蔽了038，拿起银霜直奔凌云宗。我从山脚一路打上了宗门。银霜久未饮泻，也兴奋得很。凌云宗大殿里，5位长老缺胳膊断腿的躺在地上，声音惊恐。你果然是入了魔。妖女，你这个妖女。妖女这词真是许久没听过了。我突然笑了起来，银霜微震，想来也是感应到了我的心情。我扫视地上的5个人，道：真巧，上一次这样叫我的也是凌云宗的5大长老，你们猜猜为什么你们会成为新长老？代掌门突然惊叫：乔桑！他面露惊惧，你和乔桑什么关系？他明明死了的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我缓缓看向他，想来那时你也在场，不如就由你说给他们听听。代掌门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，脸色一白，额上沁出冷汗。我走过去，把银霜搭在他肩上，弯起眉眼说：当时乔桑杀进殿，只一剑，5位长老便没了气息。没了。银霜刺进了代掌门的琵琶骨里，随着他的惨叫声响起，我掏了掏耳朵，懒懒开口：讲故事哪有只讲一半的？你为什么不提当初的5位长老觊觎清风道人的一身仙骨，将他的仙骨活生生抽了，然后他的徒弟乔桑才会血洗了半个凌云宗？大殿顿时安静极了。代掌门已经昏死过去了，徒留5个惊惧的新长老。我咧嘴一笑，好了，告诉我，这次你们是看上池渊什么了吗？你不是石瑶，你是谁？故事讲了这么久，你们还没听明白？我有些不耐，一剑挥去，提问者应声倒地。真正的石瑶师妹，怕是早就不在了。大殿外，陈月清朗的声音传来，他拖着一个浑身苍白的人，那人瘦削如柴，脸上更是不挂一丝肉。我盯着看了半日，都找不到曾经的那对酒窝。我想，你应该是用了什么秘术，夺舍了石瑶师妹的身体吧？乔桑。我没有吭声。陈月温柔笑着，用剑尖指着地上人的喉咙：若你要池渊活，就把我师尊唤过来。我抬眼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陈月见我不动，
用剑刺开那人斑驳的胸口，入眼是刺目的红。他猛地倒退一步，一层水膜从那人身上剥落，露出牢中守卫的制服和一张大饼脸。地上的人不是池渊，我来之前就已经叫右护法先来把池渊带走了。右护法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水鸭，他可是上古水鸭，开天辟地时的第一只水鸭。只要有水的地方，他都来去自如。而且水鸭一族善于幻术，偷偷调包个人什么的，不是难事。池渊一身药血，可医白骨，活死人，还能恢复修行时损匿的经脉。那血里汇了上千万种药材，如幽暗的森林，泛着苍绿。看陈月的反应，他知道，看来他也喝过。想到这儿，我眸色一暗，手中银霜轻吟，泛出银色冷光。陈月沉下脸，往后退了数步，也不顾他师尊了，只道：我早已通知其他宗门掌门前来诛魔，如今外面的诛魔阵法已经快成了。你以为区区诛魔阵就能杀了我？普通诛魔阵自然不行，他摊开手，可若加上这颗天灵珠，就不一定了。即便是魔神来了，怕是也得蜕层皮。我面无表情，重新接回了038的电话线。038，天灵珠是什么？天灵珠？038愣住，就是他手里拿着的那个。你等我翻翻资料。又翻。陈月冷笑着退到了门口，随着一阵梵音响起，金色的圆形阵法包围了大殿。殿里还有昏迷的代掌门，跟尚在喘气的4个长老。我问陈月，你不管他们死活了？他们在阵法里也会被天雷劈成焦炭的。师尊与诸位长老不惜以命留住妖女，给在外的修士结阵时间，此乃大义。陈月，你……有2个长老闻言直接气绝，剩下2个也是出气多，进气少了。手中的银霜剑嗡鸣不止，周遭温度骤降，这是银霜在催我快些动手。他也想和那什么诛魔阵碰上一碰。我挽剑飞起，破开屋顶瓦砾，直冲阵心。霜，助我破阵。剑鸣如雪山飞鹰，惊空厄云；剑光如月下寒霜，凛冽逼人。陈月面色一变，飞快祭出天灵珠。霎时天地色变，不过须臾，阵法已成。我被天灵珠震了下去，见陈月一脸得意，我默默咽下口中腥甜。这天灵珠也太厉害了点吧？若是以前，倒也不惧，现在这副身躯，多少有点勉强了。宿主，天灵珠是天地初开时即万物之灵孕育而出的，它里面积压着许多灵力，若加在阵法上，则会提升阵法威力数十倍。原来如此，我在心里抹了把汗，对038说：看来我们这次凶多吉少了。038默了一瞬，然后开始碎碎念起来：都让你别冲动，别冲动。上次为给你师尊报仇，你灭了凌云宗半数修士，天道降下紫霄云雷，差点没劈死你。都说了，我们异世界来的，该低调些，你就是不听劝。这下好了，本系统还能恢复出场设置，你呢？你已经用掉唯一的一次死盾了。组织其实挺人性化的，每个世界给攻略者提供了一次死盾逃离的机会。如果遇到难啃的骨头，死盾换下一个世界就是了。不过我已经没有再一次死盾的机会了。我摸摸鼻子，我知道，如果真这么不幸，038，你就把我剩下的钱都打给院长，然后告诉他我去国外出差了，短期内不回来。038爆了句粗口，但是被系统和谐了。我抱着银霜盘腿坐下，反正在这个世界继续待着也是生不如死。你瞧瞧那俩大哥，平时没事的时候天天在我面前晃悠，跟俩开屏孔雀似的，现在真有事了，一个鬼影我都见不着。唉，外头风萧雨晦，显示着雷劫将至。038一直在打电话。喂，777，连续2次惹怒天道会怎么样？啊，你叫我原地格式化？那我宿主怎么办？换一个？不行不行，有没有别的法子还？喂，技术哥哥啊，我038是这样的，你能把这个世界的雷劫程序改动一下吗？什么？我没有叫你吃牢饭的意思，你先别挂。喂，我听不下去了。038，别求他们了，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真正的死亡。轰隆！
低沉的雷声不绝于耳。我抬头看向已经全黑的天空，缓缓闭上了眼。不过微颤的结语还是出卖了我自己。说不慌是假的，哪有人不怕死的？宿主，你是不是吓尿了？闭嘴！左护法！嘎！熟悉的鸭叫声让我睁开了双眼。只见一只绿头水鸭正扑腾着翅膀飞在半空。右护法！我心中惊喜，站起身来。左护法别急，小的已经传信给魔神，想来他马上就能到。话音刚落，天上就劈下一道雷来，我赶忙用银霜的剑鞘去挡。银霜的剑鞘取自北渊里的梧桐木，真火烧不毁，天雷劈不散。可如今有了天灵珠加持，雷劫威力加倍，只是第一击，这剑鞘就化成了齑粉。我心下微沉，这天灵珠比我想象中还牛。雷声轰鸣，乌压压的云层里正蓄势着第二次天雷。不等所有人反应，这霄雷便破云而出，直取我天灵盖。我瞳孔微缩，目露惊骇，不是因为惧这天雷，而是因为那只为我挡天雷而焦了毛的水鸭。右护法！我眼睁睁看他从空中落下，想用银霜救他，却被阵法弹了回来。而陈月，他举着剑，站的位置赫然是右护法即将掉落的地方。陈月，你竟敢！我狠狠盯着他，声音凄厉。陈月歪头，呼的一笑。这是你不愿交出我师尊的惩罚，要知道，我师尊那儿可还有着当初清风道人的一截仙骨呢。这么喜欢骨头？一道低哑的声音自后方传来，不等陈月反应，他举剑的手已被来人折断，桡骨被生生取下。啊！陈月半跪在地，接着就被自己的桡骨刺穿了心脏，顿时没了呼吸。整个过程不过一息。遂恒，另有一人从空中缓缓落下，他手里拎着只焦毛水鸭，正颇为不满地看向那陈月那边。看什么看？我魔界风格一向如此，哪像你们天界个个道貌岸然。我心口突然微长，那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我。师妹，可有受伤？左护法，本座来了。这两个傻子！风声呼啸，漆黑的云层里闪过几道亮光，随后是阵阵低沉的雷声，就像是执掌刑罚的神在发出怒吼一般，震慑人心。可我不再惧怕。我们一同抬头，直视即将到来的雷劫。9道天雷，还剩7道。魔神和玄灵不愧是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，即便是这逆天的天灵珠引下的天雷，他们也并不放在眼里，甚至还在互相攀比。玄灵，瞧见本座刚才那招猛龙摆尾了吗？比起你那些虚花花的剑招，本座可是实打实的真接雷。呵，不过一头蛮龙罢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站在阵中凌乱，生怕他们吵着吵着在天雷下面打起来。好在玄灵尚且保留了几分理智。当第9道天雷如游龙般奔涌向下时，空气突然骤冷，冷到仿佛连天雷都被冻了一瞬。随后一尾黑龙出现，龙啸声响彻天际。只见一道白光闪过，阵法骤然碎裂，天地忽然安静了下来，乌云渐散，露出几丝微光。我看向前方，魔神的俊脸被雷劈得黢黑，头发也焦了一半，但还是傻傻咧嘴冲我笑。见我奔来，他张开双臂，笑意更甚。而我掠过魔神，抱住了后方坠落的玄灵。魔神，玄灵靠在我怀中，他的白衣上满是斑驳的血痕，越发撑得他易碎可怜。我轻轻抚过他的脸，哽咽道：大师兄。师妹，我没事。他笑，还是那副清风朗月的模样。破败不堪的广场，我半抱着出尘的大师兄，几缕光洒在我们身上，画面唯美极了。魔神见此场景，冷笑一声：那最后一道天雷大半都劈在了本座这，你装什么装啊？玄灵捂嘴咳了起来。我瞪了一眼魔神，他瘪嘴，在我身旁蹲下，指着自己的黑脸说：左护法，本座的脸突然有些疼，帮本座看看是不是给雷劈伤了。魔神大人，不过区区9霄天雷，哪里劈得开你的厚脸皮？真是没良心，你可知本座为救你折了多少修为？他嘟嘟囔囔，见我不理他，干脆直接躺地上撒泼。哎呦，本座身负重伤，也起不来了。
你给我要点脸。凌云宗里的龌龊太多，从根上便是烂的。只怪我当初没有将这些坏根除尽，倒叫师弟受了多年苦楚。宗门里的弟子跑得跑，伤的伤，我留下几个新正的，其余的全打包丢山下去了。玄林心脉受损，暂时留在凌云宗养伤。右护法的毛没了，怎么都不肯回魔界，非要在这边养好毛再回去。魔神一块留下来了，理由是放心不下右护法。重新整肃好凌云宗后，池渊师弟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师姐，他仍是瘦削，立在风里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给吹跑了。我收回指挥弟子修炼的手，急忙扶住他。怎么出来了？房里带着闷。他看向那些辛苦修炼的弟子，目光怜悯。师姐，你把大师兄之前训练我们的法子拿给他们用了？我点点头，对啊，现在凌云宗生源少，只能专精了。池渊叹息一声，还想说什么，却见一个弟子正准备偷偷溜出去，他突然竖起眉宇大喝：那个偷跑的，今日修炼加倍，没练完不许睡觉。那弟子一阵哀嚎，周围爆发哄笑。池渊厉声道：刚笑的那几个，加练一个时辰。我屠龙少年终成恶龙。我们在宗门山脚下发现了一株银蓝的小花，池渊说，那是石瑶最喜欢的桔梗。凌云宗常年积雪，照理说是开不出桔梗这种花的。池渊很高兴，他小心翼翼地把花牵回了自己的房里，用上好的灵土种着，精心呵护。玄灵伤好后就准备回天界，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走。038在我脑里疯狂叫着，答应他。宿主，大师兄现在看你的眼神都在拉丝，你这不分分钟把他拿下？是啊，我应该和玄灵回去，随着他修炼成仙，再与他成婚，然后完成任务，拿到大笔年终，回归现实。这是目前的最优解。可我犹豫了，我不想骗他。038察觉到了我的异常，提醒道：宿主，这只是任务。我沉下声道：038，我突然悟了。038，师妹。玄灵望着我，幽蓝的眸里正倒映着我的身影，看得我一阵失神。其实我一开始有想过攻略玄灵，但是最后不争气的跑了。一方面是他逼着我修炼，我不堪其苦；另一方面，我是真的怕他。他淡漠的眼里好像永远只有凌云宗的血，我不敢把他拉下神坛。我讷讷开口：大师兄，我不喜欢天界，规矩太多了，而且当神仙也没啥好的。玄灵听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小心翼翼地问我：真的，一点都不喜欢吗？我艰难地点点头，他陡然弯下背脊，扯出一抹苦笑，极轻的叹息：还是不行吗？玄灵临走前给了我一面雨灵镜，他说等你哪日想来了，就和师兄说一声，不论你在哪，我都会来接你。池渊笑眯眯地问：我呢？我呢？大师兄，我也想去天界玩玩。玄灵冷眼看他：那你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登仙，届时我会在登仙台等你。啥？为什么师姐可以直接去，轮到我就不能了？魔神哼了一声：你这都墨迹半日了，怎么还不走？右护法，嘎嘎。玄灵没有理会他们，只看向我：师妹保重。我眼眶微湿，拼命点头。他的背影消失在天际，我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。只此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右护法的毛已经长得差不多了，我问他几时回去，他支支吾吾，小眼一直往魔神那里瞟。小的，小的，嘎嘎。右护法的意思是，他要和左护法一起回去。魔神面带微笑的解释：对对对，小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冷笑：你什么时候会押语了？这你别管，本座神通广大。我不回去。魔神黑了脸，叫了一声我的大名，我转过身去，不搭理他。他连忙跑到我面前，气急败坏地说：你身为魔界左护法，你不回魔神殿，你想干嘛？我没吭声。他又继续说：你说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本座神通广大，都可以满足你的。我不想当左护法了。右护法闻言，立刻扑到我脚下大哭：嘎！左护法您说什么呢？魔神殿可以没有魔神，但是万万不能没有左护法您啊！魔神，你到底哪边的？小的，小的。
行了，我站起身，对着这一龙一压道：你们两个明天就给我滚回魔界去。第二我醒来时，魔神和右护法都已经不在了。池渊问我，师姐，怎么突然就赶他们走了？魔神走了就算了，可右护法能干得很，有他在，宗门事务都不需要我操心。我语重心长地教育池渊，不要逮着一只鸭子薅羊毛。然后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走出了大门，徒留池渊一人。他摸了摸头，嘀咕道：什么鸭子长得出羊毛？凌云宗的夜很冷，我靠在门栏处看雪，如絮飞舞，自由自在。我缓缓坐下，拿出梅花酒，为自己添了一杯。我小口小口地喝着，飞雪撞在我微热的面颊，化成了水珠，顺着淌进了衣襟。038轻声开口：宿主，你把2个攻略者都赶走了吗？是不想继续攻略任务了吗？我愣愣地看着雪花，叹息。我不想骗玄林，我对他无意，如果给他一个注定会碎的假梦，那也太过残忍了。038又问：那魔神？我饮尽杯里剩余的酒，突然笑了起来，笑着笑着，满脸冰凉。我垂下眸，因为我怕038，如果任务完成，我好像就再也看不到他了。宿主，你居然……这是攻略者的大忌啊！你糊涂啊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？对啊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呢？是他带我回魔界那天，是他叫我左护法那天，是他为我拔出护心灵那天，是他送我银霜剑那天，是又重新回来那天，是他认出我那天，亦或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他对着我笑的那一天。幽暗的林里，我只看得见他那双熠熠的眸子，然后就一直惦记了800年。宿主，你好像喝醉了。是吗？是啊，你一直在心里说胡话，以为我听不到。可是我憋了好久好久，我以为说出来会好受一些的，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么难受？038，你说是不是这副身子对梅花酒过敏啊？为什么我会喘不过来气呢？宿主，漫天的雪洋洋洒洒，我在雪地里转圈傻笑，力竭时栽进了雪里。可为什么地上的雪会这么暖？怎么本座一走，你就在这喝酒庆祝，这么开心？面前是好几张魔神的脸，重重叠叠，最后汇聚成一张。我喃喃：岁恒。你叫我什么？岁恒，不是狗魔神了？你说哪有你这样的左护法，天天骂领导，也就本座胸肌宽广。我吻上那张喋喋不休的唇，和我想的一样，他的唇也是这么热。我叹了一声，拨开他的衣襟，想索求更多的热意。岁恒，我好冷。身下人闷哼。突然天旋地转，我被人抱进了屋里。他拿被子裹住我，确保我动不了后，开门出去了。1刻钟后，门又被推开。我眨着迷蒙的眼，看着这个去而复返的人。把这丹药吃了，省得又病了。嘴里泛起一阵苦涩，我皱起脸，好苦。很苦吗？你暂且忍忍，回去本座就宰了那个配药的。岁恒，你别这么叫我，要叫魔神大人，知道不知道？你好烦啊！我又堵上了那张嘴，他惊慌失措的样子，真的让人欲罢不能。我醒来时，浑身酸痛，昨天好像喝酒喝断片了，我撑着快要裂开的头，一阵眩晕。宿主，你醒了？是啊，头好晕，喝太多了，你怎么都不拦着我一点？我怎么拦着你？那后面是我能看的吗？我在你栽到魔神身上开始，就自动关机了。魔神？什么魔神？我下意识地转头，然后我裂开了。在被子里，那个没穿衣服的，还在呼呼大睡的人。是，我抖着手，我把他给……没错，你昨晚把他强了。比发现自己昨晚强了魔神更可怕的是，那个魔神突然醒了。乔桑，他的声音沙哑，我难以想象他昨夜遭遇了什么。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，我开口问他：你还好吧？他看着我，眸子微闪，含羞带怯，最后扭扭捏捏地说：本座会对你负责的。而我
在见到他头顶突然出现的任务进度条时，如坠冰窟。那任务条还在加载中。038欢呼，想不到啊，这魔神居然好这口，这算是一夜之间突然开窍了吗？宿主，任务马上就能完成了，只要你和他成亲。038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因为他突然想起，我早就爱上了魔神岁恒这件事。这到底是什么鬼设定？只要核备攻略者，就会看到任务进度条。你确定你是个正经系统？哦，这技术给我写的程序，我和你一样，也是刚知道这事，人家是纯净版的，不是 PO 文版的。你要相信我啊，宿主。魔神见我脸色很差，凑上前问：怎么啦？是不是昨天晚上累着了？他轻轻捏着我手臂，抿着唇说：你非要在上面，本作怎么说你都不听。我看着加载还未完成，就已经冲到 98% 的任务条，惊出了泪。038也发现了不对劲，这怎么哭了？魔神有些愣住了，他想搂我，我却忽然崩溃大哭。他急得挠头，赶忙说道：我昨天晚上不是故意占你便宜，我本来是想和你说，如果你不想做左护法，那就……任务条涨到了 99%。闭嘴！我尖叫出声。魔神一呆，他从没见我哭得这样撕心裂肺过。他的眼眶红了起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是后悔了吗？他失魂落魄的呢喃，可你昨晚那么喊着我的名字，我以为你和我一样的。你闭嘴！闭嘴！我捂住他的嘴，连声音都是破碎的。求求你，别再说了。魔神眼里闪过一丝受伤，可明明他什么都没有说。任务条竟然满了，机械的系统通知声钻入了我的耳里。恭喜宿主，成功攻略魔神岁恒，使其成功爱上了你，并想和你生孩子。我死死咬着唇，直到心田溢满口腔。乔桑！一声带着疼惜的低呼响起，随后温热的唇轻轻贴在我的伤口处，一点点舔了那些嫣红。我拼命地喊着038，求他想想办法，快些阻止系统。可他在长久的沉默后，只说了一句话：宿主，我为你争取到了2分钟，你好好道个别吧。机械音再一次传来，还有120秒，即将离开任务位面。我努力扯出一个笑来，问魔神：你刚刚想说什么？他腾了一下，满脸通红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：乔桑，如果你不想做左护法，那本作只能封你做魔后了。他眸中闪着光，你可愿意？我拼命点头，愿意，我愿意，100个愿意，1000个愿意。他的眼里顿时亮起万千繁星，他拥住我，兴奋地说：那我们现在就回魔界，本作会叫右护法给你安排一个排场最大的丰厚礼。好，倒计时60秒。本作第一次成亲，得宴请6届。好，倒计时30秒。魔神把护心鳞放在我手里握了握，这护心鳞只要有它在，不论你在何处，本作都能感知到。当初你要是带着它，本作哪里需要花200年才找到你，以后必须乖乖带着，不许再发脾气丢了。我颤着声说了最后一个好字。随着系统最后一句，数据加载成功，即将离开位面。我的身子开始消散，魔神起先是一愣，然后便被震到几乎失语。他张着嘴，拼命从喉咙里挤出疑问：乔桑，乔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想抚住他的脸，可手指已经虚化了。他试图给我度修为，手却颤抖得无处可放，因为我的身体已经接近于魂体，他根本触摸不到我了。岁恒，对不起，我要回去了。他哑声：你要回哪去？回原来的世界，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所以我走以后，你别再傻乎乎的找我了，你找不到的。魔神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眼底一片猩红。不，乔桑。他执拗地想把护心鳞塞给我，疯了似的喊本作一定能找到你的。岁恒，对不起，乔桑。魔神绝望嘶吼，回应他的只有满室的空气。我成功攻略了魔神岁恒，拿到了近8位数的分红，成了当月的榜1。这个地狱级别难度的世界，我在3年不到的时间内成功攻略了。我成了组织里最传奇的新人。就在所有人以为我会续写传奇时，我辞职了。
组织一再挽留，甚至开出给我多加10%提成的条件，我还是拒绝了。我辞职前和038打过招呼，他只是沉默了一会，然后给了我一样东西。我打开后没有说话，良久才哑声道：组织规定不能带走任何攻略世界里的物品。038语气轻快：宿主，这枚护心灵你安心拿走，我偷偷删掉了魔神最后给你护心灵的数据，组织不知道的。当然，你走以后，我也会偷偷删掉我们现在的这段对话。谢谢你，038。这场所谓的攻略里，我究竟是攻略者还是被攻略者？我回到了福利院，院长见我一脸灰败，双目空洞的模样，什么都没说，只轻轻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。我在他怀中肆意大哭，如同一个犯了错的孩子，只会重复一句话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院长什么都没说，他拍着我的背，静静等我哭完后，温声问我：肚子饿不饿？我给你下碗面去。我的生活好像恢复了正常。我进了一家很普通的公司，当起了社畜，朝9晚6，还是单休。同事说我是个怪人，因为我总喊他的宠物龟叫仓甲。说了多少次，他叫鬼子。我一直带着护心灵，但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的关系，它一直都是如金属一样冰凉。不过最近，它好像恢复了点温热，应该是我的错觉。铁片戴久了，吸了自身热量也会变得有些温温的。这一日，我一如往常地下班，路过烤鸭摊时，我照旧驻足了一会儿。老板探头：小姐，你每天这么看我的烤鸭，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。公园里的小朋友拿着玩具剑追逐打闹，我原本只是站着看的，可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人已经拿着那柄玩具剑刺穿了小朋友的气球。哇，妈妈！我赔了10块的气球钱，灰溜溜地回了公寓。刚到公寓楼下，胸口突然传来一阵热意。前面有个 cosplay 的帅哥，快看，他这是 cos 的什么啊？仙侠剧里的魔尊吗？这衣服质感也太好了吧，居然还在发光，得不少钱吧？估计是富二代。我屏住呼吸，缓缓走上去，胸口的护心鳞越来越烫。我不敢出声，静静看着 cosplay 帅哥的背影，然后视线开始模糊起来。这浑身透出的傻样子，不是那个缺货魔神又能是谁？多奇妙，有些人即便没有看到他的脸，也能认出来，因为灵魂是独一无二的。我捂着嘴，不敢喊出他的名字。我多怕这又是一场梦，我多怕他又会像梦里那样消失。但他好像发现我了，因为他转过身来了。他在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红着眼笑了。乔桑，本座说了，只要你带着护心鳞，不论你在何处，本座都能找到你。魔神番外，本座找了左护法200年，他在边境时，本座就认出他来了。待左护法回来的时候，他好像不太情愿，本座有些郁闷。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本座想斥责一下他擅离职守的事，可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本座多瞧了几眼，就忘了这茬。本座给他护心鳞，他不想要，他好像生气了，但是本座不知道自己哪里惹到他了。左护法归位，本座决定办场宴会。玄林来砸场子了，本座很生气。本座和玄林打了一架，左护法说他感冒了，看着他的鼻涕水，本座有些愧疚。玄林意图抢走本座的左护法，本座想杀了他。左护法没跟他走，本座很高兴。本座没照顾好左护法，他生病了。不过他还有力气骂狗魔神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本座看他寒冷，就把护心鳞塞给了他。他又把护心鳞还给本座了。本座生气了。左护法变了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本座打算继续闭关。本座今日打坐了一天，想了左护法978次。右护法传信来，说左护法被欺负了。本座觉得很慌，很生气。出去时，本座刚好和玄林碰到，他很不要脸，非要跟着本座。左护法被阵法困着，吓哭了。本座想把在场的全灭了，煞气过重，那些凡人全跑了。玄林要同本座抢功劳。呵，本座要让左护法知道，本座神通广大，比玄林厉害。
事实也是如此。玄灵被雷劈的掉下去了，本座却毫发无损。本座赢了，可左护法报了玄灵，本座又想杀了玄灵。左护法要照顾他的师弟，本座陪他，但是那个玄灵为什么也要留下来？本座给仓甲传了个信，让他去骚扰天界。玄灵终于走了，左护法好像很不舍得他。本座在左护法房门前坐着，被池渊发现了。池渊把本座拉到了一旁，他问本座是不是喜欢他师姐。本座当然喜欢左护法，比喜欢右护法还喜欢。但池渊说这两种喜欢不是同一种。本座有些迷茫，池渊悄悄塞给了本座一本《春日料峭图》，还说只要回去看完就懂了。本座回去钻研了一夜。第二日清晨，本座对右护法说，本座不喜欢你。右护法哭着跑了。本座想好好谢谢池渊，他说只要本座以后让右护法每个月来凌云宗住上5日便好。本座答应了。左护法说他不想做左护法了。本座觉得心好痛，比本座跋扈心灵那天还痛。他又赶本座走，本座生气了。本座带着右护法走了。到半路的时候，本座问右护法，左护法为什么不肯当左护法？右护法说，左护法想当魔后。本座也觉得。本座又回去了。左护法喝醉了，他亲了本座，他还一直叫本座的名字。接下来的事不能让你们看。左护法消失了，和200年前一样。不过这一次，他终于记得把护心灵带着了。于是本座让右护法先把婚宴筹备起来，等本座找到他，就直接回魔界成亲。玄灵番外，第一次见乔桑是在凌云宗的山脚下，那日下着小雪，他却只着一袭下山。师尊说他和我一样是少有的冰灵根。来，桑桑，这是你大师兄。大师兄好。他弯着眉眼，脆生生地喊我。我面无表情的颔首，转身走了。脚步却在听到他和师尊撒娇时顿了顿。师尊，大师兄怎么冷冰冰的？他就那副德行，走，师尊带你去认识点别的师兄。我抿唇，然后冷冷开口。师尊，徒儿那套剑招还需师尊指点。你还要指点什么？你耍的比为师还好。师妹的到来狠狠打破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。她太过顽劣，总把凌云宗搅得翻天覆地。师尊有时还跟着她一起闹。宗门里不少人来我面前哭诉过，可他们说师妹坏话，我就全打出去了。乔桑身怀妖王血脉，本就是个混世的魔种，你和清风道人就纵着他吧。届时闯了大祸，可别连累我们宗门。我师妹即便有错，也有我玄灵担着。像这样的弟子，宗门本就不该收他。要不是清风道人行事荒诞，你这个做师兄的又善恶不分。我的剑停在他喉前，平生第一回，我起了杀心。我们师兄妹的事与你何干？师尊出去云游回来后，又带回一个弟子，他给他起名池渊。师妹很喜欢这个小师弟，我看他有些讨厌。师妹不再经常跟着我了，他总是带着小师弟出去，有时一天都见不着他们的人影。师尊也不管他们，这样下去总是不行的。我开始管束他们两个，给他们两个制定好了完整的修炼课程。在我的督促下，他们的修为日益增进。可师尊太过无状，总偷偷带着他们去外面瞎玩。这一日又给我堵了个正着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才是师尊。你再这么瞪我，我就揍你。师尊打了一个酒嗝，看来喝了不少，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师妹的眼睛有些红，她好像总是很怕我。我撑在门上的手突然没了力气。桑桑、池渊，你们两个先进去。师尊威武。他们两个跑了进去。师妹跑时摔了一跤，我心中一紧，赶忙上前看她。池渊和师尊早跑了。此时雪地里就剩下了我们2人。大师兄，他抽噎着，然后说，脚扭到了。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师妹已经趴在了我背上。我背着她走在雪地中，她靠在我肩上，小声小气地说，大师兄，我脚疼，明天可以少练会吗？这一刻，
我突然希望雪能下得慢一些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